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掀桌85花，草根出身如何逆袭成传奇？家人们，最近影视圈那叫一个热闹，而赵丽颖带着新电影《向阳花》杀回大荧幕这事儿，绝对是其中最吸睛的焦点之一。这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在娱乐圈这片大江湖里投下了一颗超级炸弹，瞬间激起千层浪。连央视电影频道都对她在影片中的表现赞不绝口，足见咱丽颖这次的影响力有多大。和其他85后的女明星们相比，赵丽颖那可是一马当先，已经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这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向阳花在争议风暴中倔强绽放。清明小长假期间，赵丽颖演的《向阳花》正式和观众们见面了。这部电影把镜头聚焦在了一群刚刑满释放的女性身上，生动又真实地展现了她们在生活的泥沼里如何相互拉一把，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努力生活下去的故事。因为电影以女性为主角，而且这个题材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所以刚一上映就立马引发了广大观众和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电影上映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情况，排片和票房不成正比。电影院给了它25.5%的排片率，可票房占比却连20%都不到。这下可好，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不少人开始怀疑赵丽颖是不是扛不起票房，觉得她这次可能要翻车了。更有一些人言辞激烈，指责她是在消费底层苦难女性，理由就是去年2月她在第20条里演了听障母亲郝秀萍，现在又在向阳花里挑战刑满释放女性高月香这个角色。但咱仔细去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向阳花根本不是在拿女性的苦难当噱头来博眼球。这部电影的真正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群体的艰难处境，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改善，是很有社会意义的。而且电影里的女主角不再是以前那种只能依靠男人，整天围着爱情转的柔弱形象，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勇敢地和命运死磕到底。电影里女性之间那种纯粹又真挚的情谊，也特别打动人心，完全打破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女性之间总是勾心斗角的刻板印象，让人看到了女性之间相互支持的美好力量。赵丽颖在这部电影里既是主演又是出品人，她把底层女性面对生活困境时那种坚韧不拔的劲儿演绎得入木三分。比如说有一场高月香为了生计去收废品的戏，就有人在网上吐槽说赵丽颖胳膊腿那么细，穿个短裤短袖的，看着一点儿都不像专业收废品拉车的人。但大家别忘了，高月香本来就不是干这行的老手啊，她就是一个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只要有活干，能挣钱，啥都愿意尝试的普通老百姓。恰恰就是赵丽颖演出来的那种对收废品活不熟练、吃力的状态，才精准地还原了角色当时的艰难处境，让观众更能感同身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赵丽颖自己也是从底层一步一步摸爬滚打过来的，所以她对这种生活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表演才能这么真实出彩。就像电影里传达的精神一样，哪怕前面的路布满荆棘，也要努力朝着阳光生长。这说的既是高月香，又何尝不是赵丽颖自己的真实写照呢？从这一点来看，赵丽颖真的太了不起了，她用自己的演技和对角色的理解，为这部电影注入了灵魂。从草根到85花，一部大写的逆袭奋斗史。说起赵丽颖的出道经历，那在娱乐圈里也算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励志故事了。她出身平凡，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和资源，
完全就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拼命努力，才在竞争激烈的如同战场的演艺圈站稳了脚跟。这真的太不容易了，特别值得我们佩服。早期的时候，因为她是圆脸，不符合当时大家对女主角那种瓜子脸、大眼睛的传统审美，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不少人都觉得她根本演不了女主角，只能在电视剧里演丫鬟、女儿之类的小配角，似乎她的演艺之路就被限制在了这样的小角色里。但赵丽颖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劲儿，她偏不信这个邪，拼命的努力，就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就连她的恩师冯小刚都曾经无奈地劝过她，说演戏不是光靠使蛮力就行的，没必要这么拼命。但事实证明，努力真的会有回报，老天爷是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2013年，随着《陆贞传奇》的热播，赵丽颖就像一颗突然升起的新星，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成功的跻身85花的行列。这时候，距离她刚进入演艺圈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第一部代表作。这7年的坚持和付出，在这一刻都有了回报。在接下来的5年里，她和很多85花一样，主要活跃在仙侠古偶剧这个领域，偶尔也会出演一些都市剧，给观众们带来了不少精彩的作品。2018年对于赵丽颖来说，绝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她凭借在《知否》里的精彩演绎，一举斩获金鹰奖视后。这部剧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就像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让她成功地开启了演艺生涯的转型之路。大家想想，赵丽颖步入30岁的时候，她心里特别清楚，如果不往演技派转型，以后就只能和那些年轻的小花们去竞争古偶仙侠剧的资源了。看看那些前辈们，年纪大了还强行扮嫩去演少女角色，结果往往都不太好，口碑扑街的不在少数。赵丽颖很有自知之明，也很有勇气，她果断地选择了转型。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一经播出，就收获了超级好的口碑，观众们都被她的演技折服了。尤其是《风吹半夏》这部剧，更是助力她再度荣获金鹰奖和飞天奖视后。在领奖台上，她借用角色的一句经典台词，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但是今天我的愿望成真了。”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饱含了她这么多年来的艰辛与不易，还有那种愿望成真时不敢相信又无比喜悦的复杂心情，真的特别让人感动。去年，她还凭借在第20条里对郝秀萍一角的精彩诠释，斩获百花奖最佳女配。如今向阳花上映，央视电影频道都纷纷为她点赞，专门梳理她在大荧幕上的精彩表现，对她塑造的角色给予了高度评价。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历经了无数的风雨，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彩虹。她就是现实版的励志大女主啊！赵丽颖破局，85花格局迎来大变革。现在再看85花这个群体，赵丽颖已经成功的突出重围，打破了原有的格局，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之前还有传言说85花很难在主流奖项中有所建树，可赵丽颖偏偏就不信邪，她后来居上，成功实现了转型，还捧回了好几个主流奖项，用实力狠狠地打了那些质疑者的脸。再看看其他85花，很多人还在转型的道路上艰难地摸索着，走得并不轻松。比如说杨幂，她一直都很积极地想要转型，尝试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可惜多次尝试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也许是为了应对赵丽颖在大荧幕上备受关注的这个局面，杨幂内娱史观这个话题突然就登上了热搜，意思就是夸她在娱乐圈这20多年来一直很火，
见证了娱乐圈的发展变迁。但一提到杨幂，大家难免就会想起她去年有3部作品接连扑街的事儿，这也确实有点尴尬。不可否认，杨幂曾经塑造过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像《仙剑奇侠传》里的唐雪见，《宫锁心玉》里的洛晴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白浅，这些角色都深受观众喜爱。不过，仔细想想，这些角色基本上都是古偶仙侠剧里的。从2018年的《宝贝儿》到去年的《哈尔滨1944》，杨幂收获的差评可不少，转型之路困难重重。今年她还有一部《生万物待播》，这部剧的制作班底特别强大，汇聚了好多老戏骨，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看着，看杨幂这次能不能凭借这部剧成功翻身，实现转型的目标。还有杨幂以前的好闺蜜唐嫣，去年她凭借汪小姐这个角色，狠狠地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让大家又重新看到了她的实力和魅力。但是今年她主演的《面无双》一开播，就被观众吐槽是中年古偶，很多人都觉得她浪费了汪小姐带来的超高人气。但我觉得，这说不定是她故意的一种策略呢。她可能是担心观众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以先用《面无双》来缓冲一下，调整状态，然后再凭借后面的《人之初》《独身女人》等作品，来真正的证明自己，顺利实现转型。希望唐嫣能在后续的作品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刘诗诗呢，她同样也有着转型的决心，只可惜在实力方面还有一些欠缺。今年年初她主演的《掌心》这部剧本来是一部女权谋剧，想要突出女主角凭借智谋在复杂环境中立足的故事。刘诗诗的打戏和舞剑场面确实很好看，动作行云流水，很有观赏性。但是她的台词功底和演技在这部剧里就稍显不足了，没有完全把角色的高光时刻展现出来，有点让人觉得可惜。所以说，刘诗诗要是想成功转型，还得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打磨自己的台词功底，只有这样，才能在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这么一对比，就更能看出赵丽颖能取得如今的成绩是多么的不容易，简直就像一部传奇。当下85花的格局已经很明显了，赵丽颖已经为大家开辟了一条转型成功的道路，接下来就看其他85花里还有谁能紧紧跟上她的脚步，成功实现转型了。家人们，你们觉得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成功转型的85花泥？快来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讨论吧。